人，欢迎来到城乡走跳计划。刚刚提到这个用炮弹换豪宅的传说，我真的是满头问号。所以今天特别请到最了解这边的导览员思婷来帮我们说说这个神秘的故事到底怎么回事呢？将军村原名是金城新村，它是兴建于1959年。那在1958年的时候呢，发生了823炮战。那在炮战结束之后，金门防卫指挥部他就将炮弹壳变卖，作为部分兴建金城新村的经费之一。如果说这边是眷村，那真的是眷村界的地宝哎。因为以前印象中的眷村啊，可能就是一整排小小间的平房连在一起，然后鸡犬相闻，隔壁骂小孩骂大声一点，你们家可能都听得到的这种。可是这里的眷村整个就是独栋，然后又有庭院，然后又有草皮，感觉就是非常的豪华。金城新村是台湾少数的甲级眷村之一。那这里居住的呢是驻防在金门的高阶军官。你看这边还有名字，对，他们的官阶对都在上校以上到中将之间。据说居住在这里的将军，他们肩上的星星曾经有将近100颗，所以这里又昵称为100颗星星的将。听起来就很威风。这边是什么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将军村的故事馆。住在这里的是黎正良将军，他曾经就是因为他的对美国很有贡献，所以获颁了杜鲁门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哦，了解。这一户的住宅，它特别的是，它是目前我们保存的15栋里面唯一一间格局室内格局没有更动的。哦，因为其他的要有一些店家进驻，所以有一些更动。那目前这是没有变动，所以以前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貌。这边有一些当时的住户的照片，那你可以来看一下因为以前拍照比较不容易，所以就只有在重大节日才会拍照。所以如果后代子孙就可以带别人来，带朋友来说，带你来看这故事馆，这是我家，这是我也是他们捐出来的。对啊，好特别哦。那我们现在的地方在哪？我们是在这里。所以以前有这么大一片都是。其实你在这边就是生活啊，或是散步，也常常会遇到这些将军的后人啊，来看看他们的老家。那像这个庭院啊，会不会有什么防空洞，就是这些设计？有一些家户它的庭院比较大，是为了容纳防空洞或是消防水池。哇，听起来很酷哎！我们这个园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闪电型的防空洞。闪电型？对，我们来去看看。好，走。就是这里吗？是的，没错，这里很特别，一定要来走一下。好。这个闪电型的防空洞，它一边入口是溜滑梯式的，一边是阶梯式的，跟那个圆山饭店的设计是不是一样？对，有一个很长的溜滑梯，在空袭警报来的时候就可以。打灯好了。这个是什么？这就是防空洞的透气孔。这个防空洞有2个透气孔，让我们在这边躲空袭警报的时候依然可以呼吸。感觉很坚固哎。对啊。这是我第一次真的走进防空洞，我不知道在里面这么宽敞，它竟然还可以这样站直直的。可能虽然我身高也不高，可是就是完全没有压迫感，应该可以躲蛮多人的。这个至少可以躲10个大人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原本我们是不知道下面有一个防空洞，是那时候在2015年规划为历史建筑之后，我们在整修这个区域，在挖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下面有一个防空洞。那文史老师鉴定说，这应该是附近的居民自己盖的。居民好厉害哦！那时候发现这个防空洞之后，那个文化局就跟建筑师就赶快讨论变更设计，然后就把这个区域整个留下来，让大家可以来参观、继续参访，然后也可以走看看，然后了解以前的人在战乱时期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珍惜现在的和平。为什么这边叫食物森林啊？
食物森林顾名思义，它是2个名词组成的。第一个是食物，对，就是表示说这里会种很多很多食物。那第2个就是森林，那森林大家想到森林就是它里面有很丰富的植物，对，然后生物多样性很多。那在森林里面你可以看到乔木，然后可以看到灌木，或是看到草本植物。那我们这里食物森林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意涵来经营我们这一块绿地。它的规划就不像一般的公园那样，譬如说全部都是玫瑰花，或是全部都是某一种景观植物。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植物。那虽然看起来有点乱乱，但是这样就有那种森林的感觉。我们食物森林园区里面有一条贯穿整个园区的水道，就是这一条，很漂亮哎。这也是一个蒲门农法的设计，就是这条水道呢，在雨季的时候，它可以储水在里面。那在旱季的时候，蒲门农法它讲求的就是用最轻松的方式，然后生产出最多样的作物。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钥匙孔型的菜畦。钥匙孔，一般的菜畦它是直条形的，对。那你在照顾作物的时候，你要走来走去浇花啊、施肥啊、收成。那我们钥匙孔型的菜畦，你不用走来走去，你在这边转一圈。你就可以浇水。你要收成的时候，也在这边转一圈，你就可以收成。减少走路的，对，就比较轻松。这个是架高型的菜畦架高的，对，它是比较高的，那它就可以方便那些老人家，他可能容易腰酸背痛，或是行动不便坐轮椅的人们，他也想要享受田园之乐，他就不用弯腰，对，他就这样。可能走过来这样子，它就比较方便。这是架高型的菜畦，而且刚刚走路的过程中，又看到旁边的那个小牌子。对啊，那小牌子是什么？这小牌子是我们食物森林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受胁植物区。受胁是受威胁的意思。对，受威胁的植物，那是农业部林保署跟林业事务所。他们挑选了22种受胁植物，然后适合在竹苗地区生长，然后种在这边给大家看。对，因为我们这是台湾原生种，对，就是只有台湾有而已。所以他就会来评断说，这是台湾原生种，然后在台湾里面它数量现在剩的比较少，然后就会被就是定为它是就是濒危的植物这样子。我们叫受胁植物，对。吃饭了，82轻食，这是在园区里面大排长龙都要先定位的。这一间它既然叫82轻食，就是它有80%都是蔬食，然后只有20%是肉的部分。先来吃看看，它这边很特别，就是它这个石锅应该是非常的烫，所以它就是食材先放在里面，然后到了桌边，然后才加汤，一加下去，那个汤就咕噜咕噜咕噜这样，非常可口的样子。先来把米线弄出来，感觉很丰盛哎。好，今天也是第一次出城乡走跳外景吃到热食，每次都要先等食物特写拍完。米线非常的 Q 弹牙的那一种石锅拌饭，可能是大家比较有吃过石锅的米线，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吃。它这个米线完全有把汤头的汤汁的精华感吸进去，融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做芭乐柠檬汁，它上面还有一点点柠檬皮，所以那个香气就是很浓郁。哇，这就是我最期待的。各位观众，你们有看过寿司里面包草莓吗？很厉害耶！你看上面有草莓，新鲜草莓切块，然后还有感觉是草莓果酱，上面感觉还要撒一点椰子粉，好特别哦！是你来这边最期待的一道菜。对啊，超期待。出乎意料的好吃，酸酸甜甜的，不是过甜的那种。然后草莓本身是很水润的，加上了玉子烧，还有上面撒了，我跟你讲，这真的很细微，撒了一点点的鱼松，然后带出一点点咸味，这个很推，这个很推，来一定要点。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新竹第一家无酒精的调酒吧。刚刚看到老板做完送来这杯，觉得超级可爱的。你看它的冰块上面还有一只金鱼，这就是以前的俗语，就是杯底不要养金鱼，叫大家干杯的意思。有那个茶香，然后果香，很浓郁的果香。它的那个琴酒有点辛香感，但是又完全不呛辣，真的很好喝，非常清新。然后配合这个将军村冬日温暖的阳光，反正一切就是100分。今天走逛这趟将军村，觉得其实心里蛮震撼的。现在就是可能我们在城市里面过得非常安逸啊，每天就是通勤上班下班，然后回家再看电视什么的。可是没有想到说，以前的人原来是需要担心战火啊，担心什么，甚至有需要防空洞来做一些安全的维护。看到这些也可以让我们现代人有所警惕，就是所有的一切其实也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就更觉得说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样子。那你还想看我们去哪里走跳？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拜拜。